某一天的晚上，要跟朋友去看电影，在西门町的国宾大戏院。我提早出门，搭捷运在台北车站下车，灵机一动来去北门走走。从捷运出口就看到这栋复古红砖楼房，真的很漂亮，立马就想要过马路，但是一下又看到了北门，一时间选择障碍。后来决定两个都要看，那就先来看这栋西式建筑古迹。这栋很漂亮的建筑物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的办公厅舍，1918年完工，坐落于台北府城北门对面，目前列为国定古迹保护，并作为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使用。铁道部厅舍红砖与木材构造，外廊楼板采用铁轨混凝土构造，正面以2座塔楼塑造主要入口意象。现在的铁道部园区是博物馆，要买票才能进去参观，可以看到各种火车模型、模拟火车订票、车厢广播，还有定时展览动态火车运行，可以看到小火车奔跑在铁轨上。铁道部园区门票全票是100元，半票是50元，开放时间周2到周日每日9点半到7点，闭馆前30分钟停止售票服务。那也可以买试馆联票，全票130元，半票只要65元。凭着试馆联票可于购票日期1个月内参观，可以参观本馆及古生物馆、南门馆及铁道部园区各一次，真的很划算。更厉害的是会员卡300元，1年有效期间内可不限次数进出。清代机器局遗构，在2006年捷运松山线施工时发现，石砌墙高2公尺多，墙身为夹心构造，在随后挖了地下约60公分处发现石板古道，与以前所留下来的旧照片看到石板古道形式相同，是刘铭传推行洋务运动时期所建机器局相关建筑。正当我往回走，前往北门时，发现台北车站那边有一栋很漂亮的红砖楼房，此时就先来去看看，过个马路很快就到了。这栋楼房是三井仓库，日治时期三井物产于1914年兴建，原先设立于大稻埕河岸，1910年铁路发达后迁移到北门町，紧邻台北车站，依靠铁道运输的商务需求，见证交通运输变化对于台北城内城外兴衰消长的影响。台湾清省后2002年由台电接管，短暂出租商用后荒废多年，直到2011年登记为历史建物。2015年北市府西区门户计划将三井仓库拆迁51公尺重组，建物1楼入口处能保留当时刻意留下来的建物山墙，1楼常设展从台北记忆仓库的前身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门仓库谈起，更触及日治时期三井物产在台经营的产业，包括樟脑、木材、茶叶等山林资产，还有产业的运输发展，并同时讲述仓库见证台北城变迁的过程和周遭商圈的联动。2楼有特展和不定期的讲座。台北记忆仓库就像是一个隐藏的宝藏，等着你来发掘其中的文化和历史飨宴。走到了北门，看到3个字承恩门，而且北门是面向北方，也就是承接天恩的意思。
是台北仅存的闽南式建筑原貌城门。北门的区位重要性，在现代来说是老台北城区西区的枢纽地标，在清代而言，更是城内通往大稻埕的核心门户。台北还有其他城门吗？除了北门之外，还有东门又叫景福门，南门又叫立正门和小南门、从西门，这些门都有各自的名字。另外，西门又叫宝城门，在日治时期要建铁路而被拆除。北门建于光绪8年，于光绪10年完工。在2016年，北门高架桥被拆除，同时城门周围打造成广场式的开放空间，重新打造北门为国门意象，并成为台北的历史地标。现在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来北门，因为以前北门被高架桥所包夹，桥下是道路，也没有办法走过去，每次都是搭车从窗外看着北门。台北邮局的前身是刘铭传所创设的邮政总局，是一栋巨大的4层建筑，装饰简单，线条简洁，入口门廊突出且呈圆拱状，建物正面配置4组双圆形古典式门柱及3头装饰，是不是很典雅，像是饭店一般？今日的台北邮局由于位在北门旁边，又称北门邮局。台北相机街又称北门相机商圈，向来是采购摄影器材的首选地方。随着手机发达，几曾何时，传统相机也已没落。近年来，相机街力求结合文化与摄影教学，意图进一步将这个区域发展成为拥有文化力度与历史深度的摄影文化园区。府台街洋楼又名大河町洋楼，是独栋洋楼式店铺，建于1910年。日治时期，台北都市更新计划的第一批建物，为当时知名营造商高石组的会社，仿欧洲文艺复兴样式建筑，采用木石混合构造。1楼为七里岸石条叠砌而成，2楼及屋架为木造，屋顶开3扇老虎窗。府台街洋楼依旧矗立在延平南路上，继续静观着这座台北城在时间洪流中的变迁。有机会你也来徜徉于古朴的北门广场，细细品味北门历史韵味。